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的战争，美国真的能赢吗？以色列未来的版图又将有何惊人的变化？伊朗政权的未来命运何去何从？而中共是否会步伊朗政权的后尘，迎来相似的结局呢？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巨变。2026年初春，中东火药桶终于被引爆。台北时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战争一开始便石破天惊，美以联军展开了大胆的斩首行动，精准打击德黑兰的最高权力中枢。86岁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首日即被击毙。伊朗的国防部长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等数十名高层领导人也一同命丧炮火之中。伴随指挥中枢遭到重创，伊朗境内重要军事基地、防空系统、海军舰艇、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研发生产设施等战略目标接连被摧毁，整个德黑兰上空浓烟滚滚，爆炸声不绝于耳。如此雷霆万钧的首轮打击让全球为之屏息。美国和以色列这是下定决心要一举拔除伊朗多年的心腹大患。然而伊朗并非束手待毙，哈梅内伊等人虽被歼灭，但残存的指挥系统立刻下令展开疯狂的报复。伊朗向以色列本土发射了一连串飞弹，同时出动无人机袭击中东多个驻有美军基地的国家：沙乌地阿拉伯、阿联酋、卡达、巴林、阿曼、科威特、伊拉克、约旦。这些平日与伊朗对立或竞争的邻国，此刻无一幸免遭到远程打击。短短数日，中东地区多国陷入战火与混乱，空中交通近乎瘫痪，而战略要冲霍尔木兹海峡也一度面临封锁危机。要知道，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要经由此海峡，一旦长期中断，对世界经济将是沉重打击。可以说，美伊战争的爆发不仅点燃了波斯湾的战火，更让全球地缘政治风云突变，前景难料。在战争爆发后的头2周内，美以联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美军将这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代号定为史诗怒火行动，同步配合以色列国防军的咆哮雄狮行动。川普总统在空袭开始不久便高调宣布，美军已经达成主要作战目标，几乎摧毁了伊朗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夷平了其核武设施，拔除了导弹发射基地，连带对伊朗的军工体系造成毁灭性打击，把伊朗的军事实力打回了一个世代以前。川普言之凿凿地表示，我们已经赢了，没有什么目标可打的了。似乎美国眼下正准备鸣金收兵。表面看来，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军确实势如破竹，短时间内就将伊朗打得元气大伤。可是，美国真的赢了吗？所谓赢，仅仅意味着摧毁对手的军事力量吗？帕克在分析这场战争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视角：我们需要先界定胜利的真正含义。如果仅以摧毁敌国武装力量来论，美国眼下确实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但若要论长远的战略目标，美国此刻能否算赢得了这场美伊战争，恐怕言之尚早。帕克指出，除非伊朗最终重获民主，出现一个愿与邻国和平合作，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新政府，最起码也要推翻现行的神权统治，这场战争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换言之，如果伊朗的集权神权政权依然盘踞不倒，那么就算炸毁了再多的设施，歼灭了再多的部队，也难言赢得了胜利。从这个标准来看，目前美国离真正的胜利似乎还有距离。事实上，尽管川普乐观地宣称伊朗军力已被摧毁，但情报显示伊朗大约 75% 的武器装备仍深藏在地下未被发现。伊朗的军事威胁并未一笔勾销，在暗处蠢动的地对地导弹、无人机部队以及广布中东各地的亲伊朗武装，依旧对美军和以色列构成着现实威胁。美国和以色列真敢就此班师回朝，高枕无忧吗？战争远未结束，胜负的天平看似倾斜，但伊朗这头波斯雄狮仍在隐忍喘息，伺机反扑。如果以帕克所设定的高标准来衡量，此刻的美国并没有真正赢得这场战争。神权不除，中东和世界无宁日，伊朗现政权一天不倒台，美国的中东战略目标就算不得真正实现。然而，要如何才能彻底清除伊朗的神权政权呢？这并非几次精确空袭所能办到。帕克冷静地分析当下的局势，仅靠空袭与制裁
无法让伊朗瞬间变天。要达成政权更迭，非得出动地面部队占领全境不可，或者寄希望于伊朗国内爆发革命将政权推翻。然而无论哪一种途径都绝非易事。首先，大规模地面入侵意味着美军将深陷伊朗腹地，势必要付出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一旦美军官兵大量伤亡，大家不妨想想，美国国内会掀起怎样的舆论风暴？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美国民众对长期战争和棺木回国的容忍度极低。川普总统固然强硬，但他非常清楚国内的政治压力，他绝不愿意贸然发动一场全面登陆伊朗的地面战争，这么干无异于自毁前程。因此可以预见，美军不太可能深入伊朗全境作战，更不用说长期占领。那么换一个思路，由伊朗人民自己推翻神权政权又是否可行？以色列方面本来最热衷于彻底消灭伊朗现政权的威胁，但就在人们以为以色列会坚持宜将胜勇追穷寇时，事情出现了微妙转变。内塔尼亚胡首相在昨天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语气明显缓和了许多，他对伊朗人民喊话说，没有伊朗人民的努力，这个政权不可能被推翻。以色列已经告诉伊朗人民，他们所需的援助正在路上。言下之意，以色列将帮助伊朗民众自己来推翻暴政。这番话看似激励人心，但细细品味，我们会发现以色列已经不再公开坚持由外力直接推翻伊朗政权，而是将最终一击的责任巧妙地转嫁给了伊朗人民。内塔尼亚胡话锋一转，强调伊朗人民自己的努力。然而问题在于，经历如今这番浩劫，伊朗人民还有可能像过去那样走上街头奋起革命吗？帕克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引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形容当下伊朗民众的处境：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伊朗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其实多次爆发过反抗神权专制的抗议浪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勇气足。然而当局每每残酷镇压，使得人民的士气一波不如一波。就在战争爆发前1个月，伊朗境内其实曾发生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抗议和起义苗头，但被政权以血腥手段强行扑灭，短短数日内，约4万民众惨遭屠杀，许多社会精英精华都被清洗殆尽。如此残暴的杀戮让整个民族元气大伤。经此重创后，伊朗人民还能再鼓起勇气冒死上街推翻暴政吗？此时此刻残存的伊朗政权犹如困兽犹斗，越发残忍嗜血，对内大开杀戒，对外煽动仇恨，民众经历连番打击，早已身心疲惫，心灰意冷。试问，除非美国和以色列真有办法提供极为坚实的保护伞，给予伊朗人民推翻暴政的信心和安全感，否则他们还能像从前那样前赴后继的牺牲吗？机会渺茫。没有持续的国际支援和明确的安全保障，要伊朗普通百姓去撼动凶残残暴的武装政权，难度可想而知。说白了，如果美以不愿直接大规模出兵，那寄望手无寸铁的平民推翻荷枪实弹的独裁者，无异于缘木求鱼。大家觉得是这个道理吗？那怎么办呢？难道伊朗就没有希望了吗？一时间，许多人陷入了黯然和迷惘，但帕克给出了审慎而又乐观的预期。他说，伊朗的神棍政权只依靠宗教欺世盗名的统治者，最终仍会走向垮台，这只是时间问题，不会在短期内立刻实现。换句话说，这座神权大厦现在虽未完全倒塌，但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未来迟早有坍塌的一天。川普政府也许不会在伊朗境内长留，可以预料，美军完成既定的打击任务后，可能很快就会撤军，避免深陷泥潭。但帕克推测，在撤军同时，美国很可能会采取折中战略，下令占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战略区域，在那里部署一定规模的地面部队。如此一来，美军不需要占领整个伊朗国土，只需控制住波斯湾石油动脉的咽喉要道，既可保障国际航运与能源供应安全，又能对伊朗政权形成持续的军事压力与封锁牵制。美国用较小的代价达成战略目的，同时避免了把大量军队陷在伊朗内陆的不利局面。简言之，川普接下来很可能采取点到为止的策略，战略要点必须拿下，但不贸然深陷。伊朗现政权暂时残存，但已被大大削弱，且被死死卡住7寸，难再像从前那样兴风作浪。
那么接下来只需要等待时间来发挥作用。伊朗这个神权政权究竟还能苟延残喘多久呢？对于伊朗神权体制最终倒台需要多长时间，帕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数字。然而有趣的是，一些东方的星象学者从天象变化中做出了大胆预测。帕克提到网上一位名叫龟原的星象学家，从月食和日食的角度推演出了伊朗政权垮台的大致时间点。这听起来颇似神话，但让人惊讶的是，过去几个月星空的玄妙变化与现实事件竟隐隐契合。龟原绘制了一张详细的占星图，描述2025年9月7日伊朗上空出现的一次血月月全食，如何伴随7大凶兆，并最终导致半年后伊朗政权在2026年3月前后出了大事。按照一般占星说法，月食的影响往往会在之后半年内显现。果不其然，现在正值2026年3月中旬，美伊战争爆发，哈梅内伊果真在3月初被斩首，除掉与血月遇事的时间窗口几乎不谋而合。这难道只是巧合吗？龟原进一步指出，今年2026年3月3日，伊朗境内出现了本年度第2次可见全境的血月月食。在那张占星图上，这次3月血月对伊朗显现出了多达13项不祥征兆，比半年前更加凶险。此外，2026年恰好是伊朗伊斯兰政权建立虚岁第48年，从1979年算起，在中国传统算命中，这被视为犯太岁之年，诸事不顺。综合这些迹象，龟原断言，再过半年左右，也就是2026年8月至9月前后，伊朗极有可能发生改朝换代，甚至政权分崩离析。更巧的是，2026年8月12日，伊朗还将出现一次日全食、血日。天狗食日之象更是大凶之兆，诸多迹象汇集，仿佛在宣告伊朗神权政权已在劫难逃，飞鸟尽粮弓藏的日子为时不远了。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但对渴望自由的伊朗人民而言，或许正是漫漫长夜即将结束的前奏。天象异动似乎在为古老的波斯揭示一场巨变的倒计时。那么如果伊朗现政权倒台，新生的政权会是什么模样？新政权还会由伊斯兰宗教领袖掌权吗？这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帕克斩钉截铁地表示，不会。他早在2025年11月、12月做年度预测时就曾预言哈梅内伊将去世，如今此言已验。而对于接班人，他同样看衰。帕克认为哈梅内伊的儿子，俗称小哈梅内伊，即便企图继位，也终将被清除出局。帕克甚至预见，以色列的情报特务机构摩萨德未来将长期执行一系列斩首行动，一个接一个暗杀伊朗的强硬派领导人物，不给残余的极端势力以重整旗鼓的机会，直到伊朗境内最终爆发一场彻底的革命。帕克相信，伊朗终将迎来真正的革命，推翻神权统治，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府，而最终掌权的不再会是头戴头巾、手执可兰经的宗教狂人，而将是一位重视民主价值的世俗领袖。帕克甚至提到，一个出身库尔德族的政治力量可能在未来伊朗的新政权中扮演关键角色。一个民主的库尔德人领导的政权如果在伊朗出现，将是中东政坛石破天惊的大事，恐怕也会令邻国土耳其深感不安，因为土耳其境内亦有庞大的库尔德族群。但无论如何，这意味着未来的伊朗不再由伊斯兰教士统治，而是回归世俗，重视民主，波斯民族有望重获新生。帕克对伊朗未来领袖的具体形象也有一番生动的描述。据他所见，未来掌权的人将不是小哈梅内伊，而是一位头发稀疏的男子，看起来年纪较长，身着西装，或者有时穿军装，举手投足干练干练。最引人注目的是，此人并非宗教人物，换言之，他不是什叶派的阿亚图拉或神职人员，而是一个世俗领袖，带领伊朗走向民主。这预示着40多年来政教合一的统治将告终结，民主终将战胜神权。这是帕克眼中伊朗的结局。除此之外，帕克以前也谈到过另一个话题，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的儿子里萨，巴列维王储是否可能重返伊朗舞台。帕克认为，王储巴列维也许会在革命后发挥一定作用，但并非以领导人身份统治国家，而是作为团结国家的象征人物出现。听起来，伊朗有可能变成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由巴列维家族作为虚位元首，象征团结，实权由民选政府掌握。帕克甚至提到一个细节，未来一些伊朗人手中挥舞的新国旗中央有一只黄色的狮子，这让人联想起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国旗上的狮子与太阳文章。或许伊朗届时将重新启用某种象征王室的旗帜，昭示君主立宪的回归。而在更久远的未来，帕克预言伊朗还将出现一位非常有权势的女性领导人。一个伊朗女性能够登上权力巅峰，听来颇令人惊奇，但也显示出未来伊朗社会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女性地位提升，社会更加开放包容。以上是帕克的预言视角，颇具戏剧性。我们再看看星象学者圭元从天象推演出的画面。圭元认为，哈梅内伊等高层被团灭之后，伊朗国内将群龙无首，局势陷入动荡。原本统一的军队可能分裂为两股势力，伊朗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各自为政，各怀鬼胎。同时，长期受压迫的库尔德族等少数民族势力可能乘机而起。圭元甚至猜测，美国很可能会放蒋出山，这是一句中国俗语，比喻暗中扶持某股势力登场。也就是说，美国很可能大力扶植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或其他反对派势力，在后哈梅内伊时代填补权力真空。未来的伊朗甚至存在走向分裂的可能，例如库尔德族聚居区趁乱实现自治或独立，其他地区则建立新政权等等，伊朗版图可能会被重绘。当然，这种前景目前还只是推演，真正如何演变尚待观察。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战争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伊朗旧有的权力结构。美国总统川普出身军事院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年也是特种部队军官，他们二人可谓深谙兵法之道，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次联手对伊作战，正是充分运用了出其不意的斩首战术，一举打掉了伊朗这个政教合一的邪恶政权的最高领导层，绝住了对方的七寸。这正如孙子兵法中的要义，擒贼先擒王，最高统帅一亡，剩下的爪牙再强也如同无头之蛇。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的策略非常明确，不把伊朗神权体制的头目清除，绝不罢休。他们绝不允许未来伊朗再出现一个高高在上的宗教独裁者，继续带领国家反美、反自由世界。所以在战争同时，美伊两国也在谋划伊朗的后政权布局。潜在的新领导人选已经浮出水面，有人点出了几个名字，其一是现任的伊朗总统。战争前在职者虽然多为强硬派，但若政权垮台，可能转向自保。其二是过去的温和派前总统鲁哈尼。其三是流亡美国的王储里萨·巴列维。据说美方智库分析，未来伊朗的权力真空很可能由这三人中的某一位来填补。无论如何变化，有一点可以确定，美国希望扶植一个亲西方的世俗新政权上台，彻底终结伊朗的神权反美之路。伊朗的未来正在这场战火和国际博弈中逐渐成型。目光从中东转向东方，我们不禁要问，伊朗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中共政权会否步伊朗后尘，遭遇类似的命运？有观察家总结到，伊朗和中国这两个政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仿佛一对在东西方遥相呼应的孪生。两个国家都有辉煌而古老的文明传统，却在近代都被外来的极权意识形态所挟持。中国被马列共产主义这一共产邪灵附体，伊朗则被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控制。这两种外来意识形态刚兴起时，都打着民主、自由、清廉的旗号，自诩要解放人民，结果成功欺骗了西方世界的同情，也欺骗了本国民众，让他们推翻了原有的政权。岂料新政权一旦做大，反而变本加厉，独裁程度比他们推翻的前任更加严酷100倍。中国和伊朗皆是如此，最终都走上了一条政教合一式的独裁道路。中共以党魁人格崇拜和意识形态教条垄断精神领域，与神权无异，而且都把美国视作头号死敌。在一些学者看来，无论是波斯民族还是中华民族，都是上天所眷顾的古老民族，但如今都被邪恶势力所迷惑堕落。然而他们相信，这两个民族最终都将迎来同样的结局，那就是解体并驱除附在他们身上的邪灵，获得浴火重生的新生。
听上去仿佛一个文明史诗般的双城记正在上演，波斯和中华命运的轨迹在此刻有了玄妙的交汇。有意思的是，星象学者们也从天象角度发现了中医之间命运交织的踪迹。前面提到的归元指出，在2025年9月7日那晚，不仅德黑兰上演了血月奇观，北京上空同样能目睹那次月全食。也就是说，那一晚的血月同时笼罩了伊朗和中国，两国的有心人都将这视作不祥之兆。中国民间甚至传出一则骇人听闻的传言，当晚中共高层权贵涉嫌以活人献祭血月，一名年轻的影视明星被曝横死，其死因被阴谋论者解读为遭权贵献祭的证据。无论传言真假，那位名叫于朦胧的艺人确实在那段时间离奇身亡，引发诸多猜测。这当然只是传闻，但诡异的是，过去几个月星空的玄妙变化与现实事件竟隐隐契合。约莫半年后，伊朗、哈梅内伊等整个高层统治集团真就被美军一网打尽，而中共那边则在同期出现了一场军中高层的大清洗，多名解放军将领被自己人逮捕下狱。为什么同样是半年时间，伊朗神权高层灰飞烟灭，中共却仅仅是内部自我整肃了一批军头，政权仍然稳坐？归元从占星角度解析道，因为2025年9月7日那次血月，德黑兰上空显现了7大凶相，而北京上空只有3个凶相，所以那次血月天象对伊朗的打击远大于对中共的影响。换言之，当时老天爷对伊朗发出了7条死兆，对中共则只有3条，因此半年后的灾难主要降临在伊朗头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可以高枕无忧。归元进一步分析指出，因为中共国在2025年9月7日和2026年3月3日这2次全境可见的血月中连续中招，受到双重血月的叠加影响，或许中共改朝换代的时间将比伊朗晚一些，但风暴积蓄得更剧烈，一旦爆发，威力可能更大。果不其然，帕克在预言中也提到，2025年和2026年的双血月是上天的警示。美国总统川普在拿下委内瑞拉和伊朗之后，下一步的目标直指另外2个社会主义独裁国家，古巴与中共。美国剑指何方，冥冥中似有迹可循。有趣的是，一个巧合的日子也被推到台前。2026年7月4日，美国将迎来独立日建国250周年盛大庆典。250年弹指一挥间，美利坚从建国时13州拓展为今日超级强权。川普总统个性好强且重视象征意义，不排除他可能选择在这历史性的周年纪念日给国人奉上一份特殊的贺礼，将某个与美国作对的独裁者在此之前拿下祭旗。这话怎讲呢？归元的推演暗示，随着伊朗政权被扫平，接下来古巴或北京的独裁者都有可能在不久将来遭遇重大变故，甚至被美国牵头推翻，以作为7月4日庆典的献礼。如果真出现那样的剧本，将是世界政治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然而且慢，我们再看看紧接着的天象2026年8月13日子夜时分，北京上空将出现一次罕见的血日日全食。这一天象伴随多重凶兆，而2026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而言，也是虚岁第78年，犯上了中国传统命理中的红阳节。星象家预言，这预示中共很可能将面临赤马红阳之劫，及极大的动乱和结束。种种不祥征兆汇集在一起，给中共政权投下巨大阴影。就在笔者阅读这些预言之际，巧合地看到一位自称东方神官的道长在网上发表的一段话，令人玩味。他写道：撒旦已经被斩，撒旦复活失败，幽灵业已溃败，正被淘汰出局，龙的传人将迎回圣人，神州大地将再现神韵。这段充满宗教隐喻的话，如果解读到现实中，颇值得玩味。所谓撒旦被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刚刚被斩首的哈梅内伊。撒旦复活失败，或许指伊朗神权当局试图死灰复燃却无力回天。幽灵溃败则点出共产主义邪灵在全球节节败退的态势。而龙族迎回圣人，神州再现神韵，更是直指中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局。中华民族将驱除附体邪灵，迎来真正的明君贤者，让神州大地重现先贤圣人的光辉。无论你是否相信预言，至少这些来自宗教人士的断语都在指向一个结论：
魔鬼统治世界的格局将被扭转，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令人惊讶的是，上述观点与帕克对中共的预言高度吻合。帕克认为，中共政权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世界搅屎棍的角色，这词虽粗俗却极为传神。中共在幕后搞了许多见不得光的破坏勾当，只是许多西方媒体未有深入报道而已。帕克提到一些触目惊心的例子，例如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内部竟有高层政客被发现成了中共的间谍代理人。中共打造的庞大谍报网络远远超出外界想象，从加拿大到英国政坛乃至整个欧洲，他的黑手几乎无孔不入，甚至在美国国内也伸展了纵深。据帕克暗示，也许拜登总统当年的竞选资金中就有大量外国暗指中共资金的影子。听到这里，令人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中共这张无形之网撒向全球，已经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难怪帕克说，中共的阴谋渗透程度比任何人以往所想的都要严重得多。如今，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最高领袖实施斩首，给全球所有独裁者都造成了强烈的心理震撼，谁还敢自视高枕无忧？就在北京时间3月10日，中共正在召开全国两会之际，发生了一幕颇具讽刺意味的小插曲。在外交部记者会上，一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女记者冷不防抛出一个尖锐问题，她阴阳怪气地提到，普京总统过去的许多亲密盟友或好友，要么已经下了地狱，比如已故的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要么正深陷监狱，如委内瑞拉的马杜罗。然后他话锋一转问道，在普京的这个朋友圈里，目前似乎只剩下中共和北韩两位伙伴还没出事，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这番话几乎是赤裸裸地将中共与北韩相提并论，并暗示与普京结盟的下场不是进地狱就是进监狱。一时间，中共发言人面露难色，场面极其尴尬。如此明目张胆的调侃乃至羞辱，让北京高层火冒三丈。据闻习近平看到这则新闻时勃然大怒，却又恼羞成怒，无可奈何。因为俄国媒体的发问，其实也代表了一种真实的国际舆论心声。当哈梅内伊这样的独裁者都被炸死时，习近平和金正恩，你们该作何感想？谁都看得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在警告继续与侵略者为伍，最终难逃覆灭下场。这种针锋相对的国际氛围，无疑让中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孤立。虽为世界击潮警告，然而帕克也指出，中共的贼心不死，本性难移，就像毒药的天性就是毒人一样，中共注定要不断输出破坏，因为这是它存在的方式和目的。帕克警告说，中共不会就此束手待毙，它会在暗处继续搞风搞雨，以图延续其统治。未来不久，中共很可能会选择孤注一掷，联合俄罗斯对抗美国，在全球舞台发起一系列暗中较量甚至正面冲突。这种冲突可能逐步升级，演变为中美之间更直接的对抗，导致全球局势动荡，战火和对抗波及多个洲际战场。帕克预测，到2030年前后，世界上将会出现许多冲突事件，表面看有如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很多冲突是在幕后进行的，不一定是坦克大炮直接开打，而是透过网络攻击、经济渗透、舆论操纵等隐蔽战线展开。他们试图瘫痪对手的电网、银行、股票市场，悄然削弱敌国，而普通人却浑然不知背后发生了什么。如果真如帕克所言，那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无形战争，没有硝烟，却足以伤人于无形，动摇世界经济的根基。帕克举例说，如今在英国也是如此，主流的工党高层已被渗透。更令人震惊的是，绿党内部受到的渗透更深，不知不觉中被灌输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些幕后推手之中，正有中共和俄罗斯的黑影，一边是明火执仗的战争，一边是暗流涌动的颠覆。世界正处于开放对抗与暗战并存的危险时期。尽管如此，帕克对未来的趋势依然保持乐观。他认为中共政权其实已经开始了冰川式瓦解，看似坚硬庞大的集权之冰正在底部一点点融化裂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社会经济危机四伏，人民的不满在积累，最终中共将不得不面对改变甚至垮台的命运。在不远的将来，
中国国内可能会出现一些反抗中共领导层的动荡或变局，而中共政权很可能为了转移内部矛盾、转移民众视线，在临死前铤而走险，挑起对台湾的武统战争。帕克预计，这场夺取台湾的战事时间点大概在2028年前后，也就是说2028年左右极有可能是中共孤注一掷对外挑衅的关键年份，但这一战不论胜负，恐怕都将加速中共自身的垮台。真到那时，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共或将如同夕阳下的残血残阳，轰然倒塌。中国有句古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也许历史的报应正静静地等在前方。最后，我们再把目光拉回中东，看看以色列未来的版图将出现何种惊人的变化。当伊朗这头猛虎被拔掉了牙齿，不再构成致命威胁之后，以色列难道就此满足于现状吗？帕克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预言，即便美国和伊朗之间最终达成某种停火协议，伊朗问题告一段落，以色列仍不会停下脚步。以色列很可能会趁此良机，在黎巴嫩方向采取军事行动。帕克具体指出，以色列未来将在黎巴嫩与以色列交界处建立起一道巨大的安全缓冲区，这道缓冲区范围相当广，大到甚至囊括黎巴嫩南部许多城镇和村庄。表面上看，这么做是为了对付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将他们的火箭和武装人员隔离在远离以色列本土的地方，但实际上这是以色列长远战略布局的一部分。设想一下，通过建立一个媲美戈兰高地规模的广阔缓冲区，以色列的北部边境将极大向外推进，不再直接和敌对势力接壤，而有了一片纵深防御带保护本土安全。黎巴嫩方面对此几乎无可奈何，他们既无力驱逐真主党，也难以抵挡以色列军事力量的推进。可以预见，如果中东局势对以色列有利，这片缓冲区最终极可能被纳入以色列的版图。一如当年的戈兰高地，最初只是军事占领，最后直接变成以色列领土。到了那时，以色列的疆域将实质性的向北扩大，大以色列版图渐露雏形。帕克一直认为，以色列胸中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黎巴嫩南部的一隅之地，而是要彻底改写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缘版图。具体而言，以色列最终有可能把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完全纳入本国版图，并重新夺回对加沙地带的控制权，使得所谓巴勒斯坦国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不再有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整个巴勒斯坦历史地域将重新置于以色列主权之下。这听起来石破天惊，但在以色列一些强硬派政治家眼中，这正是完全解决方案。长痛不如短痛，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存在的领土和安全纠葛。但帕克也强调，这样的大计划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实现，不会是朝夕之功。毕竟，约旦河西岸有数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背后还牵涉阿拉伯世界和国际舆论。以色列即便要推进，也势必要极为谨慎，分步为营。但无论时日多久，在帕克看来，以色列的宏图伟业是明确存在的，它正一步步慢慢推进。黎巴嫩南部缓冲区或许只是第一步棋，后面还有更大的棋局在布置。从地图上看，以色列未来的版图扩张无疑是惊人的。若干年后，我们或许将看到一个疆域范围远超今日的以色列，这难道不令人瞠目吗？更妙的是，帕克指出，这一系列中东局势的发展与圣经中许多预言是互相呼应的。圣经启示录等预言过，在末后的日子，以色列人将重建所罗门王的圣殿。按照帕克的看法，以色列的确会实现圣殿重建，但意义不仅限于此。他相信，全世界主要宗教经典中的伟大圣者和导师们都曾预言过一个未来的伟大时代，在那个时代，神圣的人物将再次出现，带领人类走向光明。现在，我们正站在这个伟大时代的门槛上。当前所经历的苦难与动荡，并不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而是为了唤醒沉睡的世人。痛苦是觉醒的催化，黑暗是黎明的前奏。这正是各类预言存在的意义，也是古代伟大的圣贤们苦心谈及未来的原因，提醒我们不要绝望，因为破晓之前，长夜最深；浴火之后，新生将至。总的来说，美国能否赢得伊朗战争的答案已不言自明。美国凭借军事优势一度击垮了伊朗的武装力量，
但真正的胜利要等到伊朗告别极权，迎来自由新生之时才算实现。这一天看似遥远，其实已在地平线上隐隐露出曙光。以色列在这场巨变中不仅消除了心腹之患，更将趁势重塑中东地缘格局，其未来版图之扩张令人惊叹。而伊朗的未来也许正走在重获新生的路上，古老的波斯将摆脱枷锁，重返文明大家庭。至于中共，它早已在步伊朗之后尘，一步步滑向瓦解和更替的命运。当暴政一一倒下，我们是否正见证着人类历史的新转折点？或许正如帕克所言，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让我们带着希望与信念，静待明天的到来，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光明未来正在缓缓揭幕。